你认为你的性格真的能够支持你成为一名优秀的交易员吗？有些人就是天生的交易员，很轻松就拥有成功的一切品质，而还有更多的人呢，是需要通过真正的努力才能够掌握交易的精髓啊。那么今天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沙普博士的这一份交易员评测表来评估一下我们的属性告诉我们我们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究竟适不适合走交易这条路。应该很多人都听说过沙普博士吧？他出版过很多本畅销书都是为人所知的比如说这个通向财富自由之路还有这个交易创造自己的圣杯很多本并且他个人也是一名心理学的一个教授而且还是一位非常出色的这个交易的教练很多出名的这个交易冠军也都上过他的课受过他的这个点拨。那么他通过对这些广大的交易者这些优秀的一般的通过近30多年的研究他是制定了15种交易者的一个类型就是这些类型那么我们通过他列举的这里的这个35个题目我们大概就可以确定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一个交易者那么每种类型都有它的这个优势和劣势并没有说是也有这个优劣吧。那么在这15种交易者类型之中有2种类型其实是它是说非常适合这个做交易的就是这个成功的潜力比较大那么还有3种就是不太适合的不太适合做交易的，就是你可能要在交易上吃很多的苦才能够走向正轨。各位可以简单的去做一个这个测试很快只要几分钟就是大概判断一下我们的一个属性毕竟我天天讲交易的话也比较枯燥我中间我们就穿插一下就娱乐一下那么这个测试我在很多年之前就做过一次根据网上的这个研究呢，就说这个报告它是有80%的准确率但是这个就是大家各自评判吧。那么我那个时候测试来的结果应该是第一种就是这个战略型交易员那么他这里的说法就是很适合作为一名交易员但是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对于这个交易包括对于生活也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很多这个认知都发生了改变所以我今天再测试一下看看我究竟在这个沙普博士的规则下是否还能保持作为一个交易员的潜力对了，就是它这个报告最终会出现15个结果那么前8种的话都是比较适合的前2种就是非常非常适合的而后面这7种就是不太适合的可能就要吃很多的苦学习上的苦然后最后3种的话就是如果你要选择交易这条路的话就要慎重考虑可能就是性格上不太适合。好，那么我这里把这是这个网站的一个地址通过这个网站就可以做这套沙普博士设计的这35个题目就是这个网站sharptradertest.com。 好，那我们就来测一下吧我这里是先把它我看这样可以吗？显示不全我们这里就直接这样吧使用这个翻译之后的一个结果。好，那么第一个题目就是我进行交易的主要原因第一个选项就是热爱嘛，第二个就是为了赚钱我在几年前我估计是选的第一种但现在我就选第2种了第二个是我认为自己是新手还是老手，还有我认为自己是主动型的还是被动型的它这里活跃的交易者其实就是意味着就是你的这些交易的条件都是由你自己做决定的，不受其他人的这个影响。而他这里的这个被动投资者就相当于是可能是一些新手在还没有自己的交易体系的情况下可能还需要其他人的一些意见作为参考的话你就可以选这种那么我就是选这个然后第4个的话就是社交场合中你会之前的话我估计会选第1种就和很多人互动包括这个陌生人。然后现在的话我估计只会和我就这个选项。然后哪种情况是更加糟糕的它这里翻译可能有点问题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第一个翻译它的意思就是你认为哪一种情况更糟糕第一种就是你这个天马行空的一些想法第2种就是规规矩矩的一种生活
就你觉得哪一种更糟糕？我个人觉得是这个每天就是天马行空的话会更糟糕一些啊。是否经常阅读这个投资书籍和这个杂志啊？那么他这里说的应该就是你是否经常有这种学习的这个动作啊？因为他这个报告出来的比较久了，现在的话大家这各种媒体啊，新媒体比较丰富啊，获取知识的来源也更加的丰富了。所以如果你有经常通过看视频的方式去了解交易啊，去学习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属于经常的一个范畴之内啊，就选经常。还有这里的话就是他这里想问的就是你比较倾向于理性还是感性啊？我这里就是理性。然后这个就是你更喜欢理智的人还是富有想象力的人啊？那么我个人呢，我是倾向于理智的人，就是更加有条理的人啊，我更喜欢与他交流啊，非常喜欢。然后哪一个更吸引你？一个是思想的一致性，一个是人际关系和谐。他这里的意思就是说，问你倾向于是有主观的想法，还是说你更加倾向于与其他人保持一致的一个状态啊？我个人的话，如果在交易领域的话，我肯定是倾向于有自主的想法啊。生活上就不一定了。而是第10个题目的话，就是你是否更愿意选择这个逻辑判断还是价值判断？他这里问的意思就是说，你就评判一个事情或者一个事物的一个角度啊，你是愿意从这个逻辑的角度去判断，还是说从它的价值角度去判断？我个人更倾向于从价值吧，因为一个东西如果更倾向于从逻辑啊，因为一个东西如果价值很好，但是对于我并没有什么用的话，我可能也不太会选择，就逻辑吧。然后我已经交易过超过5年啊，你会说你更认真而坚定随和，他这里应该就说的是你觉得你是一个认真严肃的人，还是说你是一个比较容易相处的人啊？这个就很难选啊。在交易上的话，我觉得我是属于这个严肃且认真啊且坚定的，就第一个。然后在拨打电话前，你是否？它这里有2种选项啊。那么第一种选项还是它翻译的问题啊。第一种选项的话就是说，你在打电话之前呢，你就是想到什么说什么。然后第二种的话就是你会预先梳理好你的思路啊。对，然后我的话就是第二种啊，并且我也希望别人在与我交流之前能够整理好思路啊。我不太喜欢那种没有效率的交流啊。就第二种。我更愿意从事全职还是兼职？他说交易啊，那肯定全职啊。然后他这里翻译还是有问题啊。他这里其实就是说你如何去看待那些如何看待梦想，如何看待有梦想的人啊，看待梦想家啊。第一种现在就是觉得有点烦人，第二个就是吸引人啊。我觉得还是吸引人的，有梦想总是好的啊。你是否经常就他想问的是你是一个是一个冷静的人，还是说是一个热心人啊？那么我肯定是一个冷静的人啊，我是一个冷静的人，非常冷静啊，我性格就这样。然后第17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发生事件的话，他这里想问的就是说，如果有事情发生的时候，你倾向于或者说你认为是有原因的，是那种被精心设计的，还是说只是一种随机后的一种结果啊？在交易上的话，我更倾向于这个是有规律的啊，是有原因的啊。我目前生活来源是专门交易一种其他内容，他这里应该就是问的是你需要靠什么作为生活？第一种的话就是只靠交易啊，第二种的话还有其他来源啊。那么他这里说的这个交易的话，其实概念比较大，比如说投资啊一类的，相当于也算啊。所以我这里就选第一种啊。在公司您是否开始对话，等待被接近？这个翻译真的是他就是说你在公司里的这个相处模式吧。你是一种喜欢主动去出击、主动进行沟通交流呢，还是说等待别人的开始？那么我个人呢，在工作上啊，就是开启具体的事物的话啊，不是闲聊的话，我肯定是这个主动交流啊，我希望更快的展开这个进度啊。第二种的话就不太适合我，第一种。
然后常识是，他这里就是问我们怎么看待、怎么对待常识啊。第一种的话，很少有人质疑；第二种的话就是经常有疑问、经常质疑嘛。对待常识、交易的常识嘛，这个很难选啊。按照其实应该经常有质疑的，但是我觉得他这里又问的是不是一种秩序？我选第一种啊。在做决定的时候，你是否觉得以下做法更合适啊？那他这里说的还是一个，我感觉是一个理性感性的问题啊。这里就标准另一种就是什么情怀，应该他说感觉吧 ，feeling 吧，我就标准啊。然后您还有更多的。他这里啊，这里我给大家说，第一个选项的话就是，你会更加的这个果断，还是更加的温和啊？就这个选项，我更加的果断啊。然后您更喜欢有组织、有条理、适应和能力呢？他这里就是说，你想成为这个有组织还是有组织、有方法的那一类人，还是说你想成为那种可以随遇而安，就是去适应环境，就适应能力比较强的？那一类人啊，那么我个人希望这个就是有组织有方法啊。然后您更看重的是，他第一个其实问的是你看重这个事情，比如说一个事情的进程，你更看重的是它的一个确定性还是一个开放性啊？我个人觉得话应该是确定性啊，在交易上的话确定性啊。您是否更有可能看看别人有什么用处啊？看看别人怎么看啊？他这里应该就是问我们是倾向于站在自己角度去看事情，还是说站在别人的角度看事情啊？那么第一个他就是说他只看别人有没有对自己有没有好处啊，这种就有点过于这个自私了啊。我们肯定是第二种啊，就多站在别人的角度看事情啊。哪一个更能左右你的头、你的心？他就是说你平时做事情啊，或者说你的思考方式是根据你的头脑，还是说 follow your heart 啊，就是随心啊？交易上的肯定是头啊，我学的更好啊。他这里问的是，就是我们学习的一种方式究竟是什么啊？第一种的话就是只在家里自己自学啊，第二种的话就是跟其他人一起学习啊。这个我倒不用纠结啊，我肯定是第一种啊，我就是在家自学啊，因为我从小就是这样一个性格啊。老师这种角色在我这里啊，更多的就是帮我解答一下这个疑难杂症啊，但是主要的这个学习路径我还是得靠我自己啊。我从小到大都是这个性格，我受不了跟别人一起学习的这个过程啊，我觉得效率有点低啊，并且和别人一起的话，我就根本不想学习啊。那么就第一种，您是否倾向于寻找有序的，无论发生什么？他这里就是说，你看待这个事情的这个角度是喜欢这个秩序的，还是说随机的啊？我觉得他是想问这个，我肯定就是喜欢秩序啊。您更喜欢有很多朋友，然后短暂的联系，还是说有几个很少的朋友，但是比较密切的联系啊？他第二个是这个意思啊，我就是第二种啊。那么我年轻的时候可能是第一种啊，我希望有很多的朋友啊，但是都是泛泛之交。现在我喜欢知交啊。然后您是否感兴趣生产和分销，或者设计和研究啊？我肯定是第二种啊，不管是工作还是交易，我都是第二种啊。我最长，这里不太确定他究竟要问什么。他这里想问的应该就是你经常是赚钱的，还是亏钱的，还是花钱的？我们这里我感觉统一应该都是赚钱的啊。这个应该这个的含义应该是正确的。您更喜欢最终且不可改变、暂定的和初步的？他这里应该是问的还是比如说一个抉择，应该是一个决定啊，一个决定是 final 最终不可更改的，还是说只是这个暂时的，随时都可以修改？我感觉应该是第一种啊，我是第一种啊。您是否更有可能信任你的？他就是问你更信任你的这个经验，还是更信任你的这个第六感啊？那肯定是经验啊。您是否更倾向于容易接近吗？还是有点保守啊？我感觉他这里应该就是问为人的啊，你是一个这个容易相处的人，还是说就是有一点
稍微有点保守啊。我选第一个吧，容易相处啊。什么对你更有吸引力啊？就结构化还是计划性、非结构化和非计划性？我感觉他还是在问这个秩序和这个随机的问题啊。那么我可能还是我喜欢这种提前计划的感觉啊。那就第一个。好，35道题都做完了，我们看一下最终一个结果。他这里说我是一个，我这里翻一下，他是说我是一个细节型的。哎呀，我这一刷新给刷没了，没事，我们看这个表吧，看这里这个中文的解释啊，我很明显是第三种啊，这个细节型的啊，就是细致的交易者可能会有更好的机会啊，但是可能太过关注于正在做的事情的细节而错过大局啊。他这里的解释比较少啊，他这个原文的解释比较多，但是我一刷新又没了，我不想再做一遍了。反正我也看过了，就是说。我是一个细节型的，但是我可能会因为过于追求这个数据分析啊，可能会陷入到这个数据分析里面的一些小细节，去抠细节，而忘了，忽略了一个整体的一个概念啊，就是我可能会因为，比如说策略吧，我可能会因为策略上的一点点的一个小问题而去直接放弃这个策略啊，它就是描述我的这种属性啊。可以说正确吧，我确实在细节上有一点点这个吹毛求疵了。好，这就是这个沙普博士的一个测试啊。原本的这个测试应该是有90多道题吧啊，它这里是缩减到了35道啊。那么这么多年过去了，我的一些看法、一些认知可能是真的发生改变了，可能是真的陷入到他说的陷入到具体细节里面去了啊。好，大家也可以做一下啊，这个其实很快，几分钟就可以做完了。你也可以把你的这个测试的结果发出来，给大家做一下参考啊。好，那就这样吧，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拜拜。